其实都是装饰作用，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675SR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我更喜欢这个白蓝黑的版花，因为我觉得黑灰色那个版本啊，侧面的线条那种立体感和层次感没有这个版花交代的那么清楚啊，你些镂空的地方呀，还有一些板材和车架的一些结合处，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看起来会更加的澎湃一点啊，更加饱满啊。675S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春风设计的车，它是有450、250身上那种家族化的设计语言，不光是车头部分，侧面线条其实也是有的。但是675当然是最饱满和力量感的一款啊。先从车头部分看起，一个异形的风挡，底下还藏了一个 CF Moto 的 logo， 整体比较简洁的设计语言，反光镜和指示灯融为一体，而且这个指示灯还挺大的啊，这个是手动可以调节的，底下还有一个卡榫啊。这个反光镜啊，这个杆伸出来还挺长的，镜子本身的话也支持一些小角度手动的调节，可视面积结合起来的话，用起来相当的方便啊，安全有保障。然后我们转到下面看一下这张最具辨识度的前脸啊，回旋标的日间行车灯，底下是它的大灯，亮灯的效果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怎么样？这个大灯的部分设计的是不是挺凶悍的？不过如果我买了这个车，我会把这个日间行车灯啊，给它做一个茶色或者熏黑的处理，让视觉的重心直接进入到这两个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面，看起来会更凶一些啊！挡泥瓦这里当然有一个春风的 logo 啊，其实这种细节到处都有。QIB 提供的倒立减震啊，多段可以调节的，而且行程也不短啊。西护的镜像4活塞，搭一个浮动盘的双碟啊，盘幅是300。底下这里其实是一个卡钳的散热器啊，有人说这是一个铲泥器，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离地间隙还有很多嘛，对吧？然后蓝色的这种金属轮毂啊，轮胎的话是正新的 S3N 啊，前120后180的一个尺寸，前后都是17寸啊。然后轮毂上的这种黑色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贴花，你自己可以抠下来，方便自己 DIY。这个轮毂其实后期 DIY 的空间挺大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把它改成这种白色的感觉，就跟车身颜色是一体化的，我觉得也挺帅的嘛啊。整个侧面线条这一版本的话，比那个黑灰色我觉得交代的要细节更多一些啊。春风这里也用了很多的塑料覆盖件啊，一体性还是比较强的啊。而且这些塑料覆盖件的质感其实蛮好的，包括漆水啊这种传递，对吧？身份名牌特别多，你看风刀这里也有个675SR 的生怕人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对吧？一体式的风刀，而且春风显然是听了客户的意见啊，没有用那些水转印的东西，对吧？你看底下开了很多的口，这个板材上是吧？也用一些金属的网，不同的材质，做一些视觉上给你的呈现。底下这个我抠了一下，应该也是可以抠下来啊。675的名牌特别的多，对吧？整个春风的做工来说，我觉得在国产里面绝对算得上是良好的一个表现了。整体风格大家觉得呢？欢迎大家到实地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缸机，你看三缸的这种宽度还是有一定体量感的。前面的排气管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啊。好，转到这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发动机啊，675 95.2匹70千瓦70牛米啊。也就是说春风没有过度压榨这台发动机啊，但是春风对于跑车发动机的调教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啊。铬锰合金的这个编织车架这边还做了一个胶垫啊。这里要说一下，其实出厂之前应该做一个打磨，或者像某些品牌一样这里装一些覆盖件啊。你像和前面的塑料件，还有包括底下这种金属件脚踏的这一对比，就显得质感一般了，对吧？然后底排，隐藏式的这种感觉啊，特别的喜欢这种视觉语言突出。其实没有做单摇臂，整个双摇臂，然后把这个摇臂的金属质感、力量感、肌肉感都能传递出来，我就很喜欢这种隐藏式排气的一种设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减震是直连结构啊，由 KIB 提供的，支持预载和阻尼调节。那整个悬架风格的话，我们到时候能动态体验的时候再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啊。这个后摇臂怎么样？铝合金的一种材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尺寸啊，我觉得还是挺享受的视觉上啊。后刹也是单碟单活塞啊，一个这样的配置啊。轮胎后面是180的一个宽度，对吧？大家
可以看，也是由振兴提供的嘛，也算是挺有性能取向的一个款式了啊。其实这个车是有一点短尾造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尾灯包括后坐垫和轮胎的一个距离角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短尾的设计啊。然后我们的主驾和油箱这里的切角看着是比较直的啊，这个我到时候体验一下，看看对小化使用的保护怎么样。海绵的填充摩擦力度感觉都没有什么问题啊。后面这个坐垫啊，就一如既往的春风的特色啊，就看起来很像驼峰啊。好处嘛，你省了换驼峰的钱啊；坏处嘛，女朋友可能意见颇多，对吧？这个后面也做了一些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啊，做一个镂空的处理，看着倒是挺不错。特别是这个白色搭在那里，我觉得很棒啊。这里又有 CFMoto 的一个 logo 啊，尾灯的设计是这种条形状的啊，这意味着你不能把它砍掉，做一个极致的短尾，对吧？但是这种辨识度是很强的，灯带灯条的这个样子啊。好，我们亮灯的效果给大家做一个展示。转到这边，我们接着看啊，这个车是配备有单向快排的，也就是说升档可以用啊。因为三缸目前电控这块电子油门我们国产还没有匹配的好啊，希望继续加油发力啊。这个快排也是支持车机里面可以关闭的，它用起来怎么样？等到动态能够骑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反馈啊。转到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油箱造型，我挺喜欢的这个漆水的质感真的不错，大家离近点看一下灯光加持下。这种细密的感觉，厚实的感觉真的不错啊！包括中间油箱部位也没有用水软硬的碳纤维我觉得这就很棒嘛，是吧？包括侧面的这个 logo 质感也是挺棒的，是不是啊？油箱容量是15升。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这种金属原色的连板我就特别喜欢，这边也有一个身份名牌675S CFMoto 对吧？看着很简洁这套按键模组又是老演员了其实这套也没什么问题阻尼回弹颗粒感按压起来都可以的。这边有个 TC 的开关，滑动离合一如既往的，我觉得春风的离合手感都是比较轻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车因为咱们没有开起来那开起来以后我到时候再感受一下转到这边看一下双拉线的油门，然后这个刹车的上泵怎么样，我们都要体验过，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个手把没有特别的宽，其实我刚才静态坐上去感受了一下，还挺享受的老实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仪表仪表这边其实侧里有一个 USB 和 Type-C 的插口我打开给大家看，也做了一个防水的胶套方便我们插一下手机什么的挺方便的。好，这边是一个快速的拆件应该是装什么东西的，然后点亮仪表，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春风的这块仪表你别看它不大，对吧？但是这种精密程度分辨率帧率在国产里面我觉得都是做的比较好的。我现在把灯光压暗，大家看一下，两边是状态栏，中间就是中间的显示区域，做了一个全新的 UI，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更接近运动款跑车嘛。上面是一个这种比较平直的转速表，中间是时速表，底下是档显让车辆信息显示在左侧，底下还有油量和温度的一个显示TC 是有2级的，现在显示 TC 是1级，可以进入到车机进行调整车机的逻辑2级菜单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上手难度它移动互联连接手机包括这个车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和我们的运动相机通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样操作的到时候我来试一下你看这个快排还有 TC 这些都是可以调节和关闭的，也做了专门的 UI， 通过不同的色块提亮让你从视觉上有一个很好的信息补取我觉得这都是做得好的方面真的可以学习一下，是吧？这里还有一个计时的模式，大家看一下 UI 就长这个样子的，所以这块表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希望春风后期还能推出来一块更大的表，比如说8英寸、10英寸的，在更高端的车型上以这样的一个优秀的 UI 良好的分辨率给到客户更好的一些体验关机的动画大家也看一下，这个表没什么问题。好，最后咱们来聊一下今天静态体验完的一些感想。春风在国产企业里还是非常擅长做外观设计的企业不管从原创性辨识度差异化，在这台车上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验和传承。250、450、675，你一看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那我觉得这种工业设计、外形设计的效果就已经达到了。一些细节处我觉得还可以再精致和打磨一下然后整个车的那种质感一定会非常棒的我挺喜欢这个外观的挺有重机那种饱满和速度感的。那它的价格现在也已经公布了41580，老实说比我之前的预期还要低了那么一丢丢。那今年国内确实是一个内卷的市场，这台车动态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呢？我自己也是无比的期待，希望不要等得太久